Heaven. My name is Shada.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我们已经来到法国了，但是今天还不会带大家去法国的景点，我们会先到法国的一个国中小国。这里呢，它是全世界第2小的国家，它只有比梵蒂冈大一点点而已，就在这边。这里是摩纳哥，这里呢也是全欧洲最有钱的一个国家。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有钱呢？听说是他们的赌场非常的有名，而且非常的发展观光业，像他在这边不定时会有举办 F1 赛车啊，然后还有很多一些游艇的 party， 他们就是靠这些大型的娱乐项目来赚钱的。那另外他们的金融业也是非常的发展，在这边是免税的国家啊，所以很多有钱人他们都会移居来这边，因为在这边是不需要缴任何的税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往下走到那个摩纳哥那边去。走了那么高，我们从那边到这里，然后过了那个斑马线就到摩纳哥了。走吧，已经要入境摩纳哥了哦。大家看一下，真的不一样了。一进来摩纳哥这边，感觉就是非常豪宅的这种感觉，全部都是别墅型的房子。那我们去他们的摩纳哥城了。这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F1 赛车。那他们这边呢，我听说好像是会封路的。如果有举办 F1 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在跑这个山路。那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 F1 的赛道。然后看一下对面这边，他们的游艇的行业非常的发达，所以他们都是这种高资产的旅游行业。所以看大家这边都有这些游艇，可以再开船出去开 party 啊之类的。那看一下他们的国旗，是不是跟印尼的很像呢？基本上我没有办法分得出印尼跟他们的差别。然后跟波兰的差别是，波兰是白红的，白色在上面。这条这边呢，他们现在正在做的，这里就是 F1 的赛车跑道。看一下他们现在在做观众台了，应该是今年就有比赛了。F1 的赛道下面这边呢，就有很多高级餐厅，看起来就是地中海菜的这种。这么小的地方都可以举办 F1 赛车，这个如果有引进到台湾的话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型的项目。这个也是旅游发展业的其中一环，他们非常的聪明，非常有效的利用这个小小的国家。看一下他们的腹地全部都是在山上的，刚才是一路从法国的山上走路走下来，然后走到这个港湾这边才是摩纳哥的地区。在这里随便看到一台巴卡迪也是非常常见的，完全不需要怀疑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游艇行业会盛行的原因，他们就是在卖游艇的。来到这里，看到自己喜欢的就直接订购一台吧。这个超小的国家呢，他们总国家的面积只有 2.02 平方公里，然后大概是3万多人。不过真正的摩纳哥居民好像是只有6-7千人而已，其他多数是外来者的居民。看一下，即使是这么小的地方，也是很重视，Hello， 他们也是很重视绿地的。刚刚上来的时候有一片绿地公园，那从绿地公园往上走就可以到摩纳哥亲王宫的地方。这里就是摩纳哥王宫的所在地，再加上摩纳哥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良好，它就在法国的南部，一年四季不冷不热，是非常好旅游的地方。看一下这整个，你从摩纳哥亲王宫上面这边可以看到整个摩纳哥，整个港湾都停满满的游艇，这就是他们的游艇行业为什么那么发达了。那看一下我的镜头的画面，有房子的地方就是摩纳哥的腹地，再山上一点的话就是法国了，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。
们的哨兵很帅，还有戴墨镜的。第一次看到站哨的人还可以戴墨镜，只有一个人上下哨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，这个后面这里就是摩纳哥的王宫了，然后整个这边就是摩纳哥的主要的一个广场。我们今天会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广场这边，走了。看一下他们的纪念品，全部都是关于赌场的啊，还是 F1 的，难怪他们这边的旅游业如此的兴盛，光是这2个就已经不得了了。我们从摩纳哥皇宫那边的这条小路走过来呢，就可以看得到这间圣母大教堂了。然后它隔壁这间是政府的部门，不能进去参观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的大教堂。Silent 啊，最吵的。这间圣母教堂是非常的庄严哦，在主殿这边有很大的一幅圣母以及耶稣的画像。这看起来比较像是哥德式的建筑的风格。大家看一下，在摩纳哥这边真的是对游客非常的贴心诶，走到哪里都有免费的厕所，然后他们一些大的景点，像是王宫啊，还是巴士站附近都有免费的 WiFi，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注重旅游业的发展。我们沿着圣母堂那边走过来呢，这边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，这里是一间海洋博物馆，但是跟一些海洋生物有关系的。我原本还以为是水族馆，但是它这个是水生动物还是船只的展览。我们一路绕过来这边呢，有看到了这间小小的一间摩纳哥的市政厅，比起刚刚看到的一些建筑，这间就比较逊色一点，小小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间红色的，这个是摩纳哥的邮政总局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整个摩纳哥山的最上处了，这边就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摩纳哥城。看看这个就是港湾，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看 F1。这里的 F1 的视野，我觉得比下面还要好啊！如果要看 F1 的话，在这边也不用买票。然后王宫就在这一头，我们整个王宫这一区已经全部都绕完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它的更华丽的一个地方，就在对面那边。那我们过去咯。那我们一路从刚刚的摩纳哥城那边走过来呢，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从它的东边走到西边。我们算是已经走完整个摩纳哥了。那看我的身后方这个赌场呢，它的规模看起来更像是皇宫啊，这根本就不是一般赌场的规模。那这个就是他们最著名的蒙特卡罗赌场。那我们看可不可以带大家进去拍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这边。整条的这里都是精品街，有 GUCCI 啊、爱马仕啊，就是这样过去的，到赌场那边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看一下，这就是奢华的代表了，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到法拉利。小小的地方就停了4台法拉利。带大家进来简单的导览一下，我的手气不是很好，就没有要赌了。如果不说它是赌场的话，我更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皇宫还是博物馆。看一下里面超美的，在这边还有一处歌剧院，然后很多精品店。那赌场的部分就不带大家进去了，因为里面不能拍照不能录影，我就也不进去看了。劳斯莱斯在摩纳哥的连警察局都非常的可爱。走完了整个摩纳哥了，因为我们的停车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，现在要赶快回去我在法国的停车场了。这个国家真的很小，你如果全部走完的话，大概2-3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。不过如果每一个博物馆还是景点都要进去看看的话，
至少也是要待上个1天。那我们今天的摩纳哥一日游就到这边结束喽。